常把大 S 比作狼侠女，但对小 S 的评价呢却是截然相反。就像她的婚姻啊，明知是个火炉，却依旧显得庆幸沉沦。我觉得大不了就干脆不要结婚算了，不然你干嘛？你知道找一个东西来牵制你。小 S 早年的一席话呢，何尝不是一语成谶？在节目上呢，她是敢坐在男明星大腿上，敢摸刘德华胸肌的综艺女王，但在现实里啊，她却是一个丈夫夜店搂妹，她负责去从容灭火；丈夫投资面包店出事，她负责去鞠躬道歉的忍者神龟。全网都在劝她离婚啊，甚至连那个私生子的传闻都要快怼到她脸上了，她依然要在社交媒体上表演全家福啊，批文永远是啊，老公好爱我，我好幸福。这种强烈的割裂感呢，让无数人感到窒息。大家都在问啊，那个在康熙来了里大杀四方的徐熙娣，为什么一回到家就变成了唯唯诺诺的怂包呢？很多人以为啊，小 S 不离婚呢是因为传统或者是为了孩子啊，但是我认为小 S 的怂呢不是因为她软弱，而是因为她患上了严重的依附症。她的一生呢都在寻找一个宿主，她不敢去独活，所以啊她必须得忍受。2013年，徐亚军投资的胖达人面包店呢被爆出使用人工香精涉嫌欺诈。作为代言人呢，小 S 在录制康熙来了的现场鞠躬道歉啊，甚至是一度哽咽。而此时呢，那位真正的老板徐亚军在哪儿呢？他在家里躲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当徐亚军在夜店被拍到和这个辣妹咬耳朵啊，或者传出家暴疑云的时候呢，冲在第一线擦屁股的永远都是小 S。甚至在家暴传闻最凶的时候呢，她还会特意拉着丈夫啊，力证我们很恩爱。但是小 S 不是普通的恋爱脑，她这种自我催眠式的维护呢，根源在于她那个极其特殊的原生家庭。小 S 本名徐熙娣啊，小名叫做婷婷啊。这个娣字呢，在传统文化里啊是招娣的意思啊，而婷呢是家人呢希望能够停止生育。在徐家啊，这大姐徐熙贤的性格佛系啊，是个隐形人，而且大 S 徐熙媛呢是个天生的狠人，从小就敢跟家里酗酒家暴的父亲去对峙。而作为老三的小 S， 她的生存策略是讨好和躲避。在那个重男轻女、父亲缺位的家庭里啊，大 S 充当了父亲和保护者的角色。小 S 呢，从小就习惯了躲在姐姐身后啊，姐姐说往东啊，她绝对不会往西。这种生存模式虽然说让她失去了主见，但是呢，也让她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只要她跟着姐姐，天塌下来都会有姐姐顶着。这种心理惯性呢，一直延伸到她的事业中。1993年呢，姐妹俩以 ASOS 组合出道。在那个偶像玉女当道的年代啊，她们俩呢像是外星生物啊，敢在节目里扮丑搞怪啊，讲什么屎尿屁。但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啊，所有的主意呢，基本上都是大 S 出的，而小 S 呢负责去执行和耍宝。直到2004年，大 S 去拍这个《流星花园》了啊，落单的小 S 呢遇到她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宿主，那就是蔡康永啊。蔡康永呢，这个出身上海豪门啊，读过 UCLA 电影硕士的读书人，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拯救小 S 的完美容器。如果说大 S 是严父，那么蔡康永就是慈母。他那个温吞包容、滴水不漏的性格，正好可以承接小 S 所有的疯癫和出格。在康熙来了的舞台上啊，小 S 可以肆无忌惮的坐在男明星大腿上，可以剪飞翔的胸毛，可以调戏所有男嘉宾，因为他知道无论他怎么闹，旁边那个肩膀上停着一只鸟的男人啊，能够帮他把这个场子给他圆回来。蔡康永曾评价小 S， 他像是一个钻石，需要光才能够闪耀。这话听着好听，但潜台词是啊，他自己啊是不会发光的。这就是小 S 最大的痛点，他拥有顶级的反应速度和幽默感，但他呢缺乏内核，他需要一个强大的他者来定义他的存在。所以啊，当2005年他遇到了徐亚军的时候呢，他以为啊自己找到了第三个宿主。那时候的徐亚军呢，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家世优渥，外表斯文，看起来呢是自信又从容。对于从小缺乏父爱、学历不高的小 S 来说呢，这简直就是高攀了完美男神。他未婚先孕啊，带着一种献祭般的热情嫁入了许家。他努力扮演一个好媳妇啊，他住在许家的大宅里和公婆同住，他哪怕工作到半夜呢，也要早起啊给这个公婆去请安。他生了3个女儿，还要配合丈夫表演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戏码。然而呢，徐亚军呢并不是大 S， 也不是蔡康永啊，他撑不起小 S 那颗敏感又脆弱的心。小 S 曾在节目里半开玩笑的说：“那你有羡慕过别人的老公吗？”我不羡慕任何走入婚姻的人，这哪里是豁达呀，这是绝望到了极致后的麻木。他难道不知道徐亚军在外边都干了什么吗？他当然知道，他选择了装睡。因为对于一个依赖型人格的人来说啊，被抛弃的恐惧呢，远远大于被伤害的痛苦。他宁愿在一个糟糕的婚姻里苟延残喘，也不愿面对离婚后那个需要独自面对世界的真空状态。看看他给自己的英文名起的含义 Elephant D， 他喜欢大象，因为大象是群居动物，他们永远生活在家族的保护圈里。他的手臂上呢纹了大象，他写的歌呢叫做被驯服的象，这不仅是他写给娱乐圈的，更是他写给他自己的。他就是那头被家庭、被婚姻、被性格缺陷彻底驯服了的大象。反观他的姐姐大 S 呢，当发现汪小菲不仅妈宝还出轨的时候，大 S 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哭闹，没有纠缠，直接一纸离婚协议啊，把汪小菲扫地出门。哪怕后来身体不好，哪怕是舆论滔天，他也绝不回头。大 S 是狼，他可以为自由咬断自己的一条腿，而小 S 是羊，他只要还有一口草吃啊，哪怕这个圈里有狼啊，他也不敢跳出羊圈。这就是性格的宿命。在心理学上呢，有个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当一个人在长期的不可控环境中反复体验到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结果的时候呢，他就会产
产生一种无力感。其实后来笼子的门已经打开了，他也不敢飞出去，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啊，他已经丧失了逃跑的能力。他觉得自己不行，他觉得自己离不开，这才是小 S 故事里最令人心碎的地方。他逗笑了所有人，却唯独救不了他自己。那个曾经在《康熙来了》片头里啊，像妖精一样从罐子里钻出来的徐熙娣呢，或许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从那个罐子里走出来过。